反击大衣清仓大甩卖，50一件。再卖不掉，我的厂明天就要被封了。林星婉，你那批大衣我收了，1件10块钱。你这是明抢！10块钱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这批货款式老，整个下沉市场现在谁还穿这种傻大黑粗的军大衣？赵百川，你别太过分，单件成本就要80块，你现在跑来趁火打劫？你账上连电费都交不起了吧？明天下午就是最后的还款期限，我看你拿什么还？我就算全烧了，也不卖给你。营长，老伙计们几个月没发工资，家里快揭不开锅了。赵老板放了话，本市哪家物流敢接你的单，他就砸谁的饭碗。咱们厂是不是真完了？若苍天真有神明，请赐我雁门关一件御寒衣吧。你是谁？怎么会在我家柜子里？末将霍廷，大前王朝镇北侯，雁门关守将，拜见神明。你别装神弄鬼，现在是什么年代？现在是大前承平23年，雁门关逢100年暴雪，封城1月有，城外胡人10万大军虎视眈眈。若再无御寒之物，雁南关5万将士撑不过今夜风雪。霍廷，你能看见柜子里吗？能。末将正对玄铁柜。让开！所有人后退，离玄铁柜3步。侯爷，有东西，是衣服，好厚的衣服。这怎么可能？神明真的赐下法袍了，侯爷，好暖和。不准抢！全军列队，重伤者先穿，城墙守兵，此之。好，你们等着，老娘这边的衣服被资本家当破布踩，你们那边却快冻死了。今天我让你们暖和个够！侯爷，这不是幻觉，真有仙家法袍。穿上法袍者，立刻上城墙换放，把冻僵的兄弟踢下来。是。大衣外面是防风防水的，雪落在上面拍掉就行，别用火烤，会烧穿面料。听神明吩咐，法袍不可火烤，雪落拂去即可。别叫我神明，我叫林心婉，也不是什么天女，我就是个卖衣服的。末将记住了，星婉仙人。雁门关5万将士叩谢林心婉仙人救命之恩。叩谢林心婉仙人。我的货还有9万多件，不够随时问我要。林心婉，开门，进代公司查账，交钱。躲得过初1，躲不过15。开门吧，林厂长，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藏？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刘经理，还款期限是明天下午6点。你们信贷机构今天晚上来砸门，合哪门子规矩？哈哈哈哈哈！规矩？赵老板买下了你的债权，现在赵老板的规矩就是规矩。快开门！想抢老娘的货，赵百川，你做梦！我林心婉就算把这10万件衣服全填了无底洞，也绝不留给你一件。霍廷，接货！我库里还有9万多件，今天全给你们，一件都不留。林仙人，可是您那边遇到了强敌，您宁可鱼死网破，雁门关绝不白受您的恩。楚参将，把本侯的玉扳指取下。侯爷，不可！那是先皇御赐之物，是您承袭镇北侯的信物。老侯爷临终前交代，不到城破人亡，绝不可离身。现在就是城破人亡的时候，仙人把身家性命全给了我们，若不是他，今夜雁门关就要变成一座死城。他遇难，本侯留这一块玉有何用？林心婉，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脸你不要是吧？货呢？你那10万件大衣呢？刚才还在，怎么全没了？刘经理，给我搜，是不是藏地下室了？
别找了，那些大衣我已经全部送人了。送人？林星婉，你脑子进水了？几百万的货你送人，你拿什么还债？今天还不上钱，我把你机器全砸了！谁说我还不上了？赵百川，这是我祖传的玉扳指，我欠你们机构380万，这枚玉扳指足够还你们的债了。钱掌柜，您看看，这东西值多少？林小姐，你这东西不对啊！哪里不对？强光打透，无结构无杂质，你敢说这不是顶级的羊脂白玉？杨志，你开什么玩笑？这分明是用现代树脂混合大理石粉倒磨出来的工艺品。你看这上面的包浆，贼光刺眼，分明是机器抛光打出来的。这种2元店进货的东西，哼，你拿来聚宝斋宴？林星婉，听到了吗？这就是你祖传的真古董，树脂倒模的塑料圈。你胡说！你明明看出了它是真品，你的手刚才都在发抖，你故意阿价帮他做局。林小姐，我做这行20年，我说它是树脂，它就是树脂。我看在赵老板的面子上，最多给你出5000块当个小摆件，你别在这儿胡搅蛮缠了。哼，5000块连信贷的逾期滞娘金都不够。林星婉，你的拖延战术到此结束。刘经理，立刻给厂里留守的兄弟打电话，把星火厂的设备全部拖走。我看谁敢动星火厂的东西！胡闹！你谁呀，老头？别多管闲事儿。钱德贵，你刚才说这是机器倒模的树脂？沈会长，您怎么在楼上啊？回答我的问题。我刚才是看走眼了。我不在这儿，怎么看你败坏古董街的规矩？你为了帮人做局，连行规和底线都不要了。这打孔的痕迹是典型的古代手工成钻工艺，这表面的包浆是最顶级的和田籽料，更是宫廷御制的极品。哼，极品！老头，你别在这儿唱双簧，这破玩意儿能值几个钱？丫头，这物件是你的。是我的。沈老，我急需现金救命，这东西您收吗？收，不仅收，我还要给你一个公道的行价。这枚玉质扳指市场底价绝不都于500万，遇到大拍1000万也有可能。但你急用钱，我今天出600万，全款收购，你卖不卖？600万？这不可能！他那个快破产的厂长哪里来的几百万古董？肯定是赃物。卖，沈老，我立刻卖。谢谢沈老，您给了我一条活路。赵百川，你刚才不是说我拿不出钱还债吗？你看清楚，我已经不欠任何人1分钱，从现在开始，你没有资格再踏进新荒厂半步。你别得意，你有钱还债又怎么样？只要我还在这个行业1天，你的大衣就永远烂在仓库里，你早晚还得破产。滚！天女救命！法袍已发全军，将士免于冻死。但胡人趁风雪夜集结10万大军准备攻城，城中已断粮30日，树皮瓦尽，城门将破，求天女赐粮。李叔，把厂里的4辆货车全开出来。厂长，咱们去哪儿？去本市最大的食品与应急物资批发市场。老郑，高糖高热量的压缩饼干、午餐肉罐头、自热米饭，各给我先装1万份，现在就要！你一个做劳保生意的，买这么多即食干粮干什么？这少说得几10万啊！你别管干什么，你库里有没有？有是有，但我听行里的老赵说，你星火厂刚被信贷公司上门砸锁，厂子都要没了。丫头，咱们熟归熟，这么大的货款我概不赊账啊！谁说我要赊账？看清楚，全款现结，你只要负责1个小时内给我运到星火厂仓库。好嘞，这就给您调车装货。都闪开！接货！侯爷，上面掉东西了！这是何物？四四方方的盒子，摸起来硬邦邦的。别愣着，快接住！霍婷，听好，你们
饿到脱力，现在吃普通的粗粮根本消化不了，只会胀死。那是加了弱油重盐的自热米饭，还有全是脂肪和热量的实心肉罐头，能让兄弟们最快站起来恢复体力。肉罐头，这铁皮疙瘩怎么吃？还有这大米，生的怎么下肚？铁盒子上面有个金属拉环，手指勾住，用力一扯就能开。那个塑料盆装的米饭，把底下的白色自发热包撕开，倒一点凉水进去，把饭菜放上去，盖上盖子，不用柴火自己就能煮熟。不用柴火，加冷水就能煮熟。侯爷，它冒气了，好烫，好香，是肉香，真的是大白米和红烧肉的香味。肉是实打实的肉啊！我咬到白米了，真甜！我不是做梦吧？别光吃肉，仙人说了，吃那硬邦邦的压缩干粮，喝口热水化开，顶饱。都不许抢！重伤脱力的兄弟先吃，连汤带水全咽下去，把肉罐头给城墙上的弓箭手送去。谁敢私藏抢夺，军法处置。霍廷，林仙人在。这次买的速食干粮只能救你们一时，5万大军一天就要吃掉成吨的物资，要想长期守住雁门关，单靠我一个人去超市扫货，我手里的钱根本撑不住几天。仙人的意思是，我的核心优势不是买粮食，大前逢百年冰灾，风雪漫天，你们除了衣服，还需要防滑的劳保鞋、防雪盲的护目镜、加厚防冻的棉手套、加固城防的安全帽。这些法器也有。当然有，而我这座城市恰好有庞大却被无良资本压榨滞销的劳保产能，我要动用我的老本行，给你们打造一条源源不断的防环补接线。末将不懂商道，但只要是林仙人所赐，雁门关5万军士为仙人马首是瞻。好，你等着。喂，王姐，我是林心婉。怎么了？我听说赵百川昨天带人去砸你的场子了，你人没事吧？我没事。王姐，你库房里是不是压了8万双加绒棉手套？别提了，赵百川那个王八蛋联合渠道商压价，只肯给1毛钱一双。我的女工们3个月没发工资，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出来了。我给你市场正常价，2块钱一双，8万双，我全要。星婉，你疯了？你哪来的钱？我刚把信贷的债还清了，手里还有100多万现金打底。王姐，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帮我个忙，把你认识的那些小厂长全拉进一个群。星婉，你这是要跟整个赵百川的垄断联盟开战啊！赵百川放过话，谁敢不按他的规矩出货？以后在这座城就别想接到1分钱的订单。赵百川算个屁！王姐，你们是要跟着他一起破产饿死，还是跟着我赚钱发工资？好，我干了！我这就去联系老孙他们。妈的，受了那王蛋半年的鸟气，大不了鱼死网破。动作快，让大家带上合同，2个小时内把货全拉到新丰厂来。林厂长，这防滑鞋真的是30块一双？不废话，卸货、验货、胶水没问题，防滑纹路够深，1万双对背吧？签字。支付宝到账30万元。真的是全款，1分都没扣。大伙儿快卸货，林厂长给咱们发救命钱了！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我不压价，不赊账，只要东西是好东西，不掺烂货，有多少我收多少。我的防寒供应链正式立起来了。都给我停下！林兴晚，你脑子进水了？拿着刚变现的几百万，你不去疏通渠道，跑来按原价收这些下沉市场的破烂？怎么？看着你苦心经营的压价联盟裂开了？你简直是自寻死路！整个市的销售渠道都在我手里，你收这么多烂货，卖给谁？工地、学校，没人会要你的高价货。你这批货烂在手里，迟早连底裤都赔掉。还有你们，谁给你们的胆子破坏我的市场规矩？谁今天敢把货卖给他，明天我就让本地所有经销商拉黑他，我让他一件货都卖不出去。赵百川，你真的懂什么叫商业逻辑吗？你所谓的规矩，就是垄断销路，然后把进货价压到成本线之下。老孙刚才送来的黑心棉，
就是被你逼出来的。你以为生意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你以为把大家逼死，你就能赚取暴利？但我不一样，我的客户要的是命。你说什么？我说，我的这批货是要去极寒的冰天雪地里救人命的，是要让站岗的人握得住刀，走在冰面上不滑道的，他们穿不暖，会死。所以我不需要你的那些黑心棉和劣质胶，我星火厂只做保命的防寒物资。你放屁！本地哪有这种客户？你不用管有没有，你只要睁开眼睛看看现在。王姐，如果今天我不收你的手套，你的厂子还能撑几天？一天都撑不下去。赵百川压我们的款，我们要被逼得走投无路了。老刘，你的劳保鞋卖给赵百川，他给现款吗？他给的是半年的成段换票，我们要现金。你听到了吗？他们选择星火，不是因为我破坏规矩，而是因为你断了他们的活路，而我给了他们现金流。滚出去吧，赵百川！你的垄断网从今天开始彻底废了。滚出去！我们只卖给林厂长，不卖给你这吸血鬼！别过来！我给钱，都给你们。好，林兴晚，你跟我讲商业逻辑是吧？你给我等着，不出3天，我要让你跪在地上求我收你的破烂。大家继续验货，入库。等今晚这批货入库完毕，货亭的雁能关就再也不用惧怕那漫天的百年风雪。老李，把今天收进来的安全帽、防滑鞋和防寒服分区分好，尤其是那批夜间施工用的强光手电和反光背心，单独放一个托盘。好嘞，厂长，大家都加把劲儿，弄完早点下班。一些人，胡人攻城了！什么情况？胡人趁着今夜暴雪，连夜发起了突袭。天太黑了，雪片子又大，城头上的火把根本照不远。兄弟们看不见云梯搭在哪儿，只能下回刀。防线马上就要被撕开了。霍廷，听着，我这里没有能直接劈死胡人的神仙法术，但我有最顶尖的夜间物理干扰设备。物理干扰？如何干扰？接货！哼，把底部的开关按下去，别对着自己人，对着云梯底下照。它的光极度刺眼，在极夜里能瞬间致盲，胡人看不见，自然就会从云梯上摔下去。致盲，借极夜之暗，反攻敌之双目，好兵法。还有何物？大喇叭，里面录了尖锐的防空警报声。胡人的战马听力敏锐，听到这种未知的刺耳怪笑，一定会受惊炸营。痛快！林兴晚，还有什么？最后这个接好，这叫反光背心，没有任何防御力，但衣服上有一条灰色的荧光带。既无防御，要这布甲何用？把它套在稻草人或者木架上，摆在城墙缺口后面的黑暗处。只要你们拿手电的光扫过它，它就会发出极度瘆人的绿色荧光。无人迷信长生天，在暴雪里看到成片发着绿光的人影，只会以为你们借来了几万阴兵。不用神明之力，只接器物之礼。楚参将，传本侯军令，末将在，将反光背尽数套于甲人之上，列阵于东侧残垣之后。侯爷，胡人的先等死士已经爬到城垛了。闭上你们自己的眼睛，开灯！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瞎了！什么东西？好白的光！大千人会妖术！侯爷，跌下去了！胡人的先锋全捂着眼睛，从几十尺高的云梯上栽下去了。开声音喇叭，放警报！马丁了，前锋营的战马扎营了，城城天下天发了，快跑啊！不准退，不站队，后退者斩！用余光扫视反光背心。大千人召唤了阴兵，漫山遍野全发着绿光啊！大千有神明相助，不可敌！大千万岁！大千万岁！雁门关守住了，但本侯也彻底明白了，
你刺下的并非仙家法力，而是极尽巧思的器物。你终于不叫我灵仙人了。光能致盲，阴能惊马，荧光能摄人心魄，这都是兵法中攻心为上的道理。只是你们那个世界的器物，将这兵法做到了极致。林姑娘，我不会再把你当成一求必应的神仙，那把我当什么？平等的盟友。雁门关的将士需要这些防寒守城之物来保家卫国，而你需要本侯手里的真金白银去盘活你的生意。这箱子里是我大前关库的旧银，以及历年缴获的未造册珍玩。从今日起，我不以香火敬你，你也不必以怜悯赐我，我们就用商人与将军的规矩，物尽其用，各取所需，如何？厂长，出大事了！大门被封了！慌什么？谁封的？是市场监管局和税务局的执法车，他们说接到10名举报，要对咱们星红厂进行全面查封。你是星火厂法人林兴晚，我们接到详细10名举报，你涉嫌多项重大经济违规，麻烦你配合调查，交出所有账本和仓库钥匙。陈队长，我就说这女人有问题吧。赵老板，举报人是你啊。就是我。林兴晚，你昨天不是很嚣张吗？我今天就让你把牢底坐穿。请问他具体举报我什么？林女士，关于这笔600万的巨额资金来源，如果你不能给出合理的合法解释，税务和经查会立刻介入。还有，他高价在全县收购了几十万件二手劳保大衣和安全帽，然后对外宣称是军用物资，他这是非法倒卖假冒军需，你血口喷人！我们厂长从来没说过那是军需。闭嘴，老李。陈队长，我们不打嘴炮，看证据。昨天上午，我在古董鉴定中心向省睾丸协会沈会长合法转让了一枚家传的和田羊脂玉扳指，成交价600万。这是转让合同、银行的资金流水证明，以及我个人已经缴纳的20%偶然所得税万税证明。资金来源清晰，纳税合规，不存在违规资金流转行为。呀！那他倒卖假冒军需怎么解释？10万件军大衣，那是管制物资。赵老板，做劳保做这么多年，连基础的常识都没有吗？这是我厂里出产以及昨天收购的所有防寒大衣的国家民用防寒服质量检测报告。民用劳防寒服是赵百川非要一口一个军大衣扣帽子，这就好比我卖了一把切菜的菜刀，他非要举报我盗卖管制刀器，这不是无理取闹吗？赵华婵，你举报别人盗卖军需，证据呢？那他扰乱市场秩序总是真的吧？他用高于市场收购价的金额恶意囤积劳保物资，他就是想垄断我的货源。陈队长，各位执法领导，请看，第一，我收购的单价是2块钱一双手套，30块一双防滑鞋，这个价格完全在国家市场指导价的合理波动范围内，没有高价哄抬，何来恶意囤积？整个市的销售渠道都在我手里，谁今天敢把货卖给他，明天我就让本地所有经销商拉黑他，不让他一件货都卖不出去。只给1毛钱一双，爱卖不卖，不卖，你们的货就在库里烂着。谁敢给星火厂供货，我立马断他的尾款。完了，全完了。陈队长，既然今天各位领导都在，那我林兴晚也要实名举报。我举报本地劳保商会副会长赵百川，长期利用其市场直派地位，签订阴阳合同，恶意压榨下游小微企业，并使用恐吓、封杀等手段进行恶意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这是他威胁35家企业法人的完整录音和微信截图证据链。门外的35位厂长随时可以进来作证。林兴晚，你敢阴我？你给我等着！陈队长，辛苦各位跑一趟。林厂长，抱歉打扰了你们正常生产。你的财务和法务逻辑非常严密，这才是企业该有的样子。只要合法合规，我们市场监管局一定保护本土企业的正当。霍婷，出什么事了？林姑娘，让您见笑了。本侯在武库外抓到了一只偷腥的老鼠，若不是城头大捷后本侯亲自带人巡查，差一点就被这杂碎摸清了武库的底细。细作，侯爷，这狗东西嘴硬得很。末将拔了他3个指甲盖，他死活咬定只是饿急了，想进内库偷点干粮。侯爷明鉴，小的真是饿疯了，绝不是细作啊！还敢狡辩！侯爷，让末将砍了他一条腿，看他说不说。慢着，霍婷，对付这种受过专门训练的内线，
皮肉之苦只能让他破罐子破摔。真要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不能用刑，要用逻辑。逻辑，请林姑娘指教。楚参将，你翻开你们军需库的排班账册和出入库记录，告诉我这小丽今天是什么时辰当班？回林姑娘，她应是卯时交接，负责外库清点。那她被抓是什么时辰？子时3刻，正是胡人夜袭被我们声波神物击退，全城最混乱的时候。你一个卯时当班的外库小丽，子时3刻不待在营房睡觉，跑来重兵把守的内库干什么？这是第一个漏洞。我饿得睡不着，出来找吃的。好，你说找吃的，这是第二个漏洞。外库和内库相隔3道门，如果是偷吃时，伙房在西营，你为什么放着西营不去，偏偏来内库？内库是存放兵器甲胄的地方，根本没有粮食，你来这里找哪门子的干粮？我以为……你不要以为。雁门关断粮30日，大家都饿，但昨天我已给你们送了自热米饭，全军都吃饱了。你作为一个外库清点官，不可能不知道全军已经发了新粮。你根本不是来找吃的，你是来查探凭空多出来的李宝防寒服和那批声光电装备到底放在哪儿，怎么进来的，对不对？我再帮你理一理时间线。朝廷下发的10万件冬衣没到，这件事只有兵部的最高长官和你们这些对接的军需官最清楚。胡人今夜敢冒雪攻城，你背后的人慌了，所以才逼你在最危险的子时潜入内库查探虚实。你以为你死咬着偷吃时，你背后的大人就会保你？蠢货！他们若是知道你暴露了，第一时间就会杀你全家灭口，顺便把克扣10万冬衣的黑锅全扣在你头上。侯爷饶命！侯爷饶命啊！是兵部侍郎严嵩严大人，他没了10万冬衣的银两，有人送了密信，说雁门关已是死城，他让我在此监视，只要城破，就把所有军需账册烧毁，死无对证。我真的是被逼的。严嵩老贼！朝廷发不出粮饷也就罢了，他竟敢勾结外邦，拿我雁门关5万项军的命去换他的荣华富贵。本侯这就写折子800里加急上报京城，将这老贼千刀万剐。别冲动，把刀收回去。林姑娘，此贼通敌叛国，难道还要忍气吞声？你上报京城，证据呢？就凭一个底层小吏的口供，这小吏到了京城，严嵩随时可以他翻供，说是你屈打成高，甚至半路上这小吏就会莫名其妙的暴毙，到时候严嵩反咬一口，说你霍廷拥兵自重，杀害朝廷命官，你要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正是我大前律法的死地，重口供而轻物证，且纸面物证极易被销毁抵赖。就算本侯今夜去夜探胡人祖营，把那封通敌的原信偷出来，严嵩也大可狡辩说那是本侯找人临摹伪造的。一旦扯皮，京城那帮文官绝不会向着我这武将。如果你能把偷信的过程以及严氏的随从跟胡人交易的画面原封不动地带到皇帝壁面前呢？原封不动带到皇帝面前。林姑娘，此乃仙术中的回光速影之法，凡人岂能掌握？在我们这里，这叫科技固证。霍廷，接好这2个箱子。这是何等法器？长得像千里眼的，叫红外夜视望远镜，把它戴在眼睛上，拨开侧面的开关，即便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极夜和暴雪里，你也能清楚地看到3里外连根头发丝都一清二楚的景象。胡人的暗哨在他面前，就像是大白天站在广场上一样显眼。我的天，这简直是夜战神物！把它收好，你们夜探敌营的时候用。另外那个黑色的小方块叫运动相机，它是最重要的固证设备。运动相机？你把它绑在你的胸口或者头盔上。你潜入胡人大营后，只要用力按下这个红按钮，前面那颗像眼睛一样的镜头旁边就会亮起红灯。从那一刻起，你这双眼睛看到的所有画面，听到的所有声音，都会被丝毫不差地吸进这个盒子里。你要用夜视仪避开守卫，潜入主帐，找到严嵩通敌的原信和信物，然后按下这个红钮，把你发现信件的过程、周围的环境，甚至如果有大前随从在场的画面，完整的记录下来。这种视频证据不能临摹，无法篡改，只要画面播出来，就是不可推翻的绝对铁证。林姑娘，有此等神物相助，若不能把严嵩老贼钉死在耻辱柱上，我霍营枉为镇北侯。楚参将，末将在。清点16名身手最好的暗卫死士，换上防滑鞋和防割手套，带上夜视仪和相机，随本侯出城。你要亲自去？
本侯绝不假手于人。侯爷，末将看到城门外墙脚下有一只死老鼠。我给你们准备最高规格的极寒攀岩绳和战术护具，你们在前面冲锋取正，我在后面给你们做最坚实的后勤补签。李叔，外省的物流车队联系好没有？厂长，出大麻烦了！本地3家物流专线突然全部毁约，不肯派车了。还有2家答应攻破的安全帽小厂，宁愿赔违约金也死活不发货了。赵百川昨天交完罚款出来，就开始反扑了。就是那组子干的，他拿现金砸了那2家小厂，签了阴阳合同，把他们的产能全买断了，就是为了从源头掐死咱们的供应链啊！掐死我？他做梦！李叔，立刻给法务小张打电话，告诉他，根据合同第10条单方面毁约条款，向那2个小厂索有双倍违约金。既然赵百川用阴阳合同替他们兜底，那就让法务起草律师函，把赵百川的公司列为连带责任人，直接去京深大轨提交商业欺诈的立案材料。明白了，厂长，我这就去发公告。林姑娘，16名暗卫已换上防滑鞋，戴好防磕手套，夜视仪和相机也已挂在胸前。听好，出了这扇门，我们就彻底断联了。第一，胡人主营外有暗哨，带上夜视计绕开他们，绝不能硬闯。第二，用防割手套撕开主帐，找到严嵩的密信后，必须确认相机亮着红灯，把信件、印件还有大钱随从的衣物全拍进去，这叫不可推翻的过程证据链。第三，如果被发现，拔掉战术包里的警报器拉环，扔进胡人马圈，刺耳的警报能让战马炸营，你们趁乱杀出来，活着回来见我。林姑娘放心，若本侯不归，楚参将定会继续用官银与您护哨。侯爷，林姑娘赐下的这夜视仪当真恐怖如斯。在这等极夜暴雪中，300步外那3个躲在雪窝里的胡人暗哨，在镜头下竟亮得如同白昼的火把。晋升，全员开启夜视营，避开暗哨盲区，踩着防滑鞋从东侧冰坡摸过去，不要惊动他们。什么鬼天气？大前人肯定早就冻死绝了。快走快走，去前面烤火。侯爷，到了，这是主将大帐的后方。用防割手套撕开牛皮帐篷，动作要轻。撬开它。楚参将，看看本侯胸口的相机，红灯亮了没有？亮了，一直在闪。侯爷，找到了，是兵部侍郎严嵩的加急密信，还有他那半枚私印铜符。别动，让本侯胸口的机器对准他。镜头拍清楚信上的字了吗？让胡人佯攻3日，他断粮10日以作策应。好歹毒的老狗！侯爷，您快看那边，是大前官差的长符，上面还沾着京城特有的黄土，还有这半箱没来得及熔掉的军饷官银。林姑娘说的对，这就是完整的证据链条。把相机转过去，将衣服和官银连同这密信一起，全都收进这盒子里。谁在那边？有刺客！来人啊！暴露了，楚参将，把密信和相机贴身收好，把警报器拉环。马听了，战马炸营了！快跑！杭州天降下天罚了！开强光手电，致盲他们，跟着马群的方向杀出一条血路。当我者死！霍廷，是你吗？林姑娘，末将幸不辱命。厂长，出大事了！赵百川带着质检局的人，还有好几家省市电视台的记者，直接把咱们厂子的出货通道堵死了。慌什么？他昨买断小厂掐我货源没成功，今天只能亲自下场泼脏水了。走，出去会会他。就是他，这就是那个为了赚黑心钱丧尽天良的林兴晚。质检同志，记者朋友们，快把镜头对准这个毒瘤工厂。赵百川，你一大早来发什么疯？闭嘴！今天可是质检局的王科长亲自带队突击检查，
请。王管事，相关材料我已经提交了。他林兴晚在货品供应上，在发往偏远地区的御寒衣物里混入了不符合标准的杂物。这类衣物使用起来，不仅达不到御寒效果，还会带来安全隐患。林女士，请问举报时吗？你们真的使用了医疗废弃物做防寒服吗？林兴晚，我们接到多名人士实名举报，称你厂出库的劳保大衣存在严重卫生安全问题，现在必须对你的仓库进行查封抽检，请立刻停工配合。王科长，不用麻烦去库里抽检了，罪证我都带来了，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他林兴晚引以为傲的防寒服。这种垃圾一旦送到边关工地或者高寒山区，是要冻死人的呀！林兴晚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必须要严惩，查封新红厂。这不是我们的衣服，我们从来没用过这种下脚料，这是他栽赃陷害。标签上清清楚楚印着你们新红厂的防伪水洗标，连批次号都有，你还敢抵赖？林兴晚，你今天就算有100张嘴也说不清了。赵老板，为了搞垮我，你还真是下了血本啊！连夜仿造我的商标，又特意去废品站收了这么多医疗垃圾塞进去，昨晚一宿没睡吧？你少血口喷人，死到临头还敢狡辩！王科长，事实俱在，立刻查封他的仓库。王科长，你们接到举报来执法，我全力配合。但他拿来的这些衣服，我拒绝承认是我厂生产的。标签都在这儿，你凭什么不认？就凭他蠢。老李，把仓库1楼的遮阳卷帘全部放下来，把大灯关了，去把我抽屉里那个大功率紫外线验钞灯拿过来。好，马上。林兴晚，你想干什么？毁灭证据吗？我让你看清楚，什么叫现代工业供应链的降维打击。看清楚了，没有任何变化，对吧？这是什么障眼法？这叫特种荧光防伪纤维。王科长，我厂里出库的每一件防环服，明线缝合处都掺入了这种成本高昂的紫外线防伪纤维。赵百川，你仿造得了我的水洗标和布料颜色，但你这种只知道在黑作坊里压榨成本的井底之蛙，根本不懂什么叫现代工艺的知识，全壁垒。不可能，你一个破劳保厂，怎么可能花钱搞这种防伪技术？因为我挣来的钱全都投在了产品质量升级上，而不是像你一样，全用来买通渠道和构陷同行。这套系统里记录着我每一批货的溯源微缩码和防伪批次，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的货全部拉去化验。如果有一件掺了黑心棉，我林兴晚当场把厂房送给质检局。赵老板，关于这批伪造新红厂商标的劣质黑心大衣的真实来源，看来你需要跟经侦大队好好解释一下了。王科长，听我解释，这可能是我下面的人进错货了。留着跟警察解释去吧。伪造他人注册商标数额巨大，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商业信誉。王科长，这就叫商业经营罪与制假售假罪数罪并罚。赵百川，你的后半辈子就在里面踩缝纫机吧。现代的地痞流氓收拾完了，该咱们去古代收拾那帮窃国奸贼了。霍婷，接大货！云姑娘，这是何等重器？末将这边，京城兵部的钦差已经带着300御林军进城了，他们现在就在城楼下，要剥夺本侯的兵权。来得正好，霍婷，听清楚了，你如果只是拿着那个小小运动相机给钦差看视频，他一口咬定那是你施展的妖法障眼法，当场就能名正言顺的将你以谋逆罪斩杀。末将也正担忧此事，他们人多势众，文官又最擅长颠倒黑白，所以对付处于认知局限时代的古代人，必须用神技来包装。这箱子里是我刚才把那段罪证视频导进去的工程级大功率投影机，还有一个放大了10倍音量的工地户外音响。你现在立刻让人在雁门关最高处的城楼上把音响接上。我设定了开场是一连串震耳欲聋的雷暴音效。雷暴音效，投影仪。等天彻底黑透，风雪最大的时候，你按下投影仪这个绿色开关，它能把那段视频放大成10丈高的巨大光影，直接打在那块白布上。在你们那里，这不叫视频，这叫苍天显灵，降下神火法卷。听懂了吗？把十恶不赦的罪证化作10丈神火法卷，
悬于夜空。林姑娘此计简直是杀人诛心的阳谋。末将这便去布置。霍廷，你好大的胆子！兵部严大人有令，10万东夷半路遭遇雪崩损毁，雁门关本应坚守待援，可你霍廷却私藏来路不明的妖物邪火，妖言惑众，意图拥兵自重。10万东夷遭遇雪崩，放你娘的屁！兄弟们冻死饿死的时候，你们在哪儿？现在胡人被我们打退了，你们倒跑来摘桃子夺兵权了！放肆！本官代表的是朝廷法度。霍廷，立刻交出镇北兵符，所拿入京，交由3法司审问。若敢抗旨，以谋逆论处，就地格杀。钦差大人，你口口声声说本侯私藏妖物，说严嵩清正廉明，可你忘了，雁门关乃天地正气汇聚之所。本侯是否有罪，严嵩是否通敌冒国，凡人说了不算，那要看老天爷答不答应。一派胡言，死到临头还敢装神弄鬼！来人啊，给我拿下！什么声音？打雷了！腊月冬雪天，怎么会打雷？开神火法诀！天哪！天上出现神迹了！那是什么东西在发光？是神仙的画卷吗？是兵部侍郎严大人的字迹，那头符真的是严大人的私印，那是我们的军饷，他在信里写了，断我们10天粮草，让胡人进城。严嵩通敌，严嵩老贼拿我们的命换钱，天道昭昭，老天爷显灵，把证据降下来了。不可能，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假的！这是妖术，这是霍廷施展的障眼术。妖术？若是妖术，这妖火为何单单只显出严嵩通敌的密信？为何连兵部库银的铭文都分毫不差？钦差大人，这是苍天降下的法卷，你难道敢说这老天爷也是本侯的同党吗？神明饶恕！哼！来人，末将在。顺应天意法理，将这包庇通敌逆贼的钦差给本侯就地收押所拿。严嵩老贼罪证确凿，待本侯打退胡人最后10万大军，便亲自提兵送这苍天法卷入京，清算国贼。遵命。昨天赵百川进去了，那个靠压榨、造假、垄断吸血的旧时代彻底结束了。从今天起，北境劳保正式挂牌营业，我们不搞压价联盟，只搞标准联盟。王姐、老刘、老孙在。我出台的北境极寒防护标准，你们都看过了吧？劳保鞋鞋底防滑纹路必须深于5毫米，安全帽必须通过国标抗高空坠物冲击测试，防寒被服的棉芯必须可溯源。看过了，林总，我们连夜改了产线。好，只要你们严格按照这个标准生产，你们的货我全按市场最高价包圆。我要把咱们本地的劳保产能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的抗寒救援标杆品牌，让北境出品4个字成为绝对的质量保证。干了，跟着林总干，心里踏实。霍廷，钦差的事情处理完了。林姑娘，钦差已被末将下了大狱，但更大的麻烦来了。什么麻烦？钦差被扣的消息走漏，北面100里外的胡人探子探知了雁门关的变故，严嵩通敌败露，胡人知道一旦钦差没回去复命，京城定会彻查，所以胡人集结了10万精锐主力，要在证据送达京城之前，大雪封山之际，强行踏平雁门关，毁尸灭迹。10万大军总攻，你手里只有5万人，刚刚吃饱肚子，能扛住吗？10万大军可不是昨夜那种试探性的乱军，这是真刀真枪的绞肉战啊！城墙结冰，弟兄们脚底打滑，站不稳，积雪刺眼，弓弩声一到白天就患上雪盲症，瞎了眼。滚木料石砸下来，步兵没有重甲护头，伤亡必将惨重。接住，这个当头盔用，
林姑娘，这是何物？摸着像某种软木，并非生铁打造。此物如此轻便，能挡住胡人的重刀劈砍吗？它确实挡不住重刀正面劈砍，但它的内部有缓冲结构，城墙下抛射上来的流犬飞石砸在上面会被瞬间弹开，化解冲击力。10几斤的生铁头盔戴久了会压断脖子，这安全帽只有几两重，能让你们的轻步兵在城墙上跑得像风一样快。缓冲冲击，重量极轻，妙啊！城防战多为躲避流线飞石，此物乃部族保命神盔。楚参将，立刻给前线刀盾换装。末将遵命。把这个分给城头的所有弓箭手。琉璃眼罩，这叫护目镜，白天雪地反射太阳光，看久了眼睛会瞎。戴上这个，任凭外面狂风暴雪，弓箭手也能睁大眼睛，做到百步穿杨。本侯正愁弓手眼盲，无法压制敌军抛射。有了此物，雁门门关的剑阵便能全天候收割。还没完，城墙结冰，脚底打滑是吧？换鞋，全军换上深纹牛领底劳保鞋。这种鞋底是用模具压出来的工业防滑纹路，抓地力是你们草鞋和皮靴的10倍。穿上它，站在冰面上就像踩在平地一样稳当，下盘绝对不会散。还有那些护膝和护腰，里面有钢条支撑，让重装步兵和转运伤兵的民夫全部带上，就算是在雪窝子里跪着射击，关节也不会冻僵。神技，这才是真正的万人敌神物。有了防滑鞋稳固下盘，有了安全帽保全首级，有了方风镜免疫雪盲，胡人那引以为傲的10万空闲之分，10万精锐的胡人骑兵间，本侯眼中就是10万头待宰的羔羊。林姑娘，本侯这就去整军备战。今日我要让这帮北蛮子看看，武装了现代器物的雁门关甲士是如何在冰天雪地里把他们碾成肉泥的。我北境劳保的供应链在现代的大后方给你管够，城墙不倒，物资不断。林姑娘，胡人10万大军压境，前锋已逼近一箭之地，末将这边要出武库上城楼督战了。霍廷，等一下，把你拿的探照灯全架在城墙制高点，工业大喇叭严惩排开。大白天开灯有何用？这叫高光锁定，在白茫的雪地里，几10台探照灯同时打在一个点上，刺眼。你看到胡人的主将帅旗在哪儿，就用探照灯死死叼着他，他就是全战场最显眼的活靶子。你们的弓箭手顺着光柱射就行了。好毒的战术！还有大喇叭，把警报声调到最大，夹杂着敲铜锣的声音一起放，这就叫声波干扰。我要让胡人的战鼓声和将领命令声全部变成一锅粥，让重步兵穿好防滑鞋，戴好安全帽，去吧！用这套现代防寒武装体系，把那群北蛮子碾成肉泥。城墙不倒，死战不退。侯爷，胡人的工程炮冲过来了，那是胡人的左贤王，他亲自在前阵挥动帅旗督战。传本侯诏令，80台探照灯齐开，给本侯死死定住那面帅旗。亮了，侯爷，那左贤王被照得像个白昼里的灯笼，连他脸上的惊恐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身边的亲卫瞎了眼，正拿盾牌挡光呢。弓弩手听令，顺着光柱放箭，给我把那片强光里的北麻子射成刺猬！救命！大个人的箭怎么这么准？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保护左贤王！左贤王中箭落马了！侯爷，左贤王的传令兵刚想举旗，就被我们精准射杀了。胡人的中军指挥瘫痪了。开神鹰法罗，放警报！怎么回事？我听不见车队的号角了！战马停了，前锋营和中军踩踏在一起了。天赐良机，城门大开，8000玄甲重步兵给本侯冲出去！哈哈哈哈！
侯爷，胡人的重步兵被我们撞翻了，他们在冰面上根本站不稳，一推就倒。哈哈哈哈！胡人的流矢砸在头顶，这黄色神帽连条缝都没裂。弟兄们，冲啊！胡人冻僵了，他们拔刀的动作慢得像乌龟。宰了他们！令全军突击，一个不留！大钱万岁！林姑娘，赢了，10万胡人主力大溃30里，斩首3万，俘虏无算，雁门关的危机彻底解除了。恭喜你，镇北侯。是同喜林厂长。今日之战，我军将士带着黄盔，踏着战靴，在冰面上如履平地，而胡人手脚僵滞，甚至被强光锁定，成了待宰的活靶。若无你的现代工业体系，这5万兄弟早就成了枯骨。好极了，明天一早你去京城清算那个卖国贼，我在这边去市行业协会，彻底清算赵百川留下的烂摊子。咱们一起把这帮旧时代的垃圾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肃静！关于赵百川涉嫌制假售假一案，纯属其个人行为，与我们市劳保行业协会绝无半点关系。在此，我提议将星火厂这种不服从协会管理、恶意抬高收购价、扰乱市场的新企业直接踢出本地商会名单，所有上下游企业不得与其合作。林兴晚，谁让你进来的？保安，把这个破坏会议纪律的女人赶出去！我看谁敢动！钱副会长，你急着把我踢出商会，是因为赵百川进去了，没人再给你上供阴阳合同的抽成了吧？你血口喷人，证据呢？没证据我就告你诽谤！你要证据？好啊，大家一起看，这是我星火厂本季度的全额纳税证明，所有交易流水公开透明，全部经得起税务局的审查。而你们协会名下的几家挂靠公司，全都是赵百川用来走账透税累税的皮包公司。这是我们新出库的所有防寒物资的国家级质检报告，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我扰乱市场？你就算纳税合规，那你恶意高价收购、破坏行规也是事实。你的行规就是压榨底层厂长赚黑心差价。今天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自证清白，而是来通知你，从今天起，你那个吃人的行规彻底废了。林兴晚，你太狂妄了！你以为凭你一个破厂就能掀翻整个商会？他不是一个人，还有我们。对，我们几十家厂子只认星火厂的规矩。钱副会长，听到了吗？就在我进门的前1分钟，市经侦大队已经对你的办公室进行全面查封。赵百川为了减刑，已经把你们之间权钱交易的账本全抖出来了。警察就在大门外等你，你去相关部门给你的行规开追悼会吧。钱副会长，你的涉嫌犯罪证据确凿，请配合我们的调查。旧的保护伞已经倒了，从今天起，本地劳保行业不再有任何黑箱操作。我林兴晚在此承诺，凡是符合北京极寒防护标准的优质防寒物资，星火厂无限量现金采购。我要让每一件从咱们这座城市走出去的劳保产品，都成为能救人命的行业标杆，重塑本地供应链秩序。今天就是元年。林姑娘，京城800里加急捷报！怎么，严嵩那个卖国贼被料理了？林姑娘料事如神，那老贼今日午时已在京城菜市口身首异处了。这么顺利，朝堂上那帮文官没为难你们吧？前日你让我在这雁门关放出的光影法卷，直接把严嵩派来的钦差吓得精神崩溃。他以为天神发怒，连夜跪在雪地里写了3封画样的供状，把严嵩怎么贪墨东夷、怎么跟胡人通敌的细节全咬了出来。古代刑狱只认口供和物证，钦差反水，这案子就成了铁案。
然后楚参将就带着供状和密信原件进京了。正是，楚参将带着钦差的死契供状、严嵩的密信原件和私印同符，直上金銮殿。铁证如山，加上我军刚刚大破10万胡人主力，斩首3万的不世军威，满朝文武无人敢放半个屁。皇上当堂震怒，3法司会审当场定验。判了什么？严嵩勾结外邦，满门抄斩，一灭3族，兵部上下涉案官员被清洗一空。圣旨已下，朝廷不仅承认了我军的大捷，还恢复了雁门关正规的粮饷补借，拨下20万两白银用来抚恤将士。好，漂亮！古代的国贼倒了，我这边的行业毒瘤今天也被金针连根拔起了。咱们俩这波双线反杀，打得真叫一个干净利落。全赖林姑娘的神物破局。若无你的光影设备击溃钦差的心理防线，若无你提供的现代军备让我军大破敌胆，本侯就算有10条命，也斗不过朝堂上那群吃人的权臣。这雁门关5万将士的命，是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别把功劳全推给我，是你霍廷有血性，守得住城池，才给了我倒腾物资的底气。这是咱们基于商业和战术逻辑，硬生生打出来的双赢。林姑娘说的对，这是咱们硬打出来的底气。大军重建在即，明日本侯便让楚参将把朝廷新拨下的官银、缴获的胡人战利品，统统给你送过去。没问题，我的北境供应链今天也彻底换血成型了。从明天起，你需要什么军需建材，直接下订单。咱们平起平坐的正式交易，现在才刚刚开始。林总，隔壁200亩的工业土地，市里正式批下来了。今天上午，市里正式下达了红头文件，把咱们北境劳保供应链立为了全省首个重点抗寒救援产业标杆园区。建行和工行抢着给咱们批了5个亿的免息授信。王姐、老刘他们几十家建厂，明天就能全面搬进新园区，实行全自动化统一流水线生产了。干得好，老李，告诉各分厂，按新定下的极寒防护标准，立刻开工。第一批5万套加厚防环服，1万套防雪盲护目镜，3万箱高热量自热干粮，还有5000套重型夜间施工探照灯。今晚12点前，必须在后院的核心内仓集结完毕。明白。不过林总，这么大的吞吐量，而且全运进那个连保安都不让进的核心内仓，咱们这是要发往哪家大客户啊？一家大到你无法想象，绝对 VVIP 战略级客户。哈哈哈哈哈哈！林姑娘，大前朝廷的首批护市款项，本侯给你送来了，接货。左边这口紫檀木箱里是20万两崭新的大前官库足银，中间这大红木箱里是塞及极寒之地特产的百年野山参、天山雪莲和顶级鹿茸，足300斤。还有右边那个小匣子，这是大前北境3座露天精铁矿和2座煤矿的官方开采文书，揭盖有朝廷军部和大前户部的9叠状大印，这些全部归你支配。林姑娘，只要你能在这个世界变现，雁门关100万里兵员的合法资源任你取用。霍廷，既然你把家底都亮出来了，那咱们关于永续护市的规矩，今天必须死死定下。洗耳恭听。第一，你的钱和物必须干干净净。我不管你是抄了贪官的家，还是缴获胡人的战利品，或者是用正规的大钱官银，但你绝不准动平民百姓的一针一线，来路不明的带血之财，我星火场一件不收。本侯以大前历代先皇名义立誓，大前军纪如铁，绝不夺民一文钱。送来的物资，皆是正当缴获与朝廷法队所拨。第二，从今往后，咱们不再是单向的救急扶贫，而是双向的现代商业订单制。何为订单制？你需要什么？提前向我报备清单。除了防寒被服，接下来的重建，你需要医用酒精和纱布抗生素，我给你拉急救生产线。你需要加固城防，我给你运现代强力水泥和基建工具，甚至农业开荒的特种机械，只要是不违背我这边法律底线的民用公品，我都能源源不断的给你造出来。霍廷，我要让雁门关不仅仅能守得住胡人，还能吃得饱、造得强，彻底成为一座
在这个时代永远不破的钢铁巨城。哈哈哈哈！好，林厂长有此等气魄，本侯岂能落后？雁门关被扣极星兵源，你需要的珍稀药材、皮草孤品，甚至绝技的矿石古籍，本侯让人源源不断的搜集，开采出来，供你在你们那个现代商界大展宏图，所向披靡。那咱们就签合同吧。霍廷，这是现代最高级别的商业供货合同，我已经在上面盖了星火厂的法人公章，在这个世界，它具有绝对的法律契约效力。林兴晚，这是大前镇北侯的最高军需护士契书，上面盖了本侯的虎符大印，大前不灭，此契不废。霍廷，咱们这算不算是跨越时空的最大现代财阀？若没有你霍廷的铁血支撑，我林兴晚也只是个被人踩在脚下的破产厂长。互为后盾，巅峰相见。巅峰相见。第一批重建订单到了，镇北侯接货。雁门关开库接货。